88位宿厨携烟火而来，是要将星厨拉下神坛。王大越大，鱼越贵。你比星厨有实力，凭什么不能替代他？12位顶尖星厨放下过往辉煌，只为捍卫星厨荣耀，背水一搏。This is so bad. Problem I have is the sauce. 这还是没办法打动我，口味一定要让人家意难忘。哇，非常好吃。给我一个打包盒吧。很好，非常完美。惊吓烽烟起，哇！见证全新食神传奇。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一周七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欢迎来到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百厨归位，厨界烽烟再起。这一季赛制破局重构，等待你们用实力改写胜负法则。88位宿厨踏上这个全新的竞技场，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将是你的对手。他们是米其林1星，哇哦！香港蟹王啊！哇，邊個舉手？全大陆唯一米其林3星，哇，这个怎么在素厨里面啊？这一是星厨吧？以前1星餐厅主理人，这个都来的，厉害，都是很厉害。全国分子料理大赛金奖，这么厉害的人吗？现在林茂主厨100年藏族传承的奥运会晚会，很大规格哎。这都来参加比赛，当素厨啊，有点感觉啊。上海第一铁板烧，哇，敢叫第1名啊，还在上海滩，那厉害了。但是我不怕，我就要挑战他。看标签啊，都太强了。这期有点卷了，对。总监、创始人过亿，就各种菜系都有啊。好的都是可以当评委的了。我倒是希望大家真的有那么能打，不要名头这么大。主要要靠实力说话的，能打才行。八方豪杰汇聚一堂，起鸡皮疙瘩。误闯天家，我应该站在这儿吗？管他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上就完了。这素厨里面都有这种米其林级别的很 high level 的厨师，那星厨得是什么样子的神级的存在？在首轮百厨争鸣的舞台上，你们不仅要彼此较量，还要面对星厨的强势入局。每一位宿厨都可以向星厨发起挑战，一旦成功，即刻换位。宿厨升为星厨，星厨降为宿厨，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在这里重新书写星宿的秩序。哦，这个赛子可以吗？这个赛子可以吗？哇！直接挑战最高权威。赢了就直接是星厨，第一战打好了，这一战成名了，爽，太爽了，太爽了！不知道星厨会是什么级别的？他们是等着被挑战的那波人。我直接就可以站上去了。干翻星厨，把他拿下。逆流而战，逆势而起，有请12位星厨。
出场都这么帅啊！好美哦！哇哦，有感觉啊！哇，太壮观了吧！食人百足大战来了！粤菜大师古志辉。哇，很厉害，很厉害！粤菜天花板，利润。北京厨房创始人杨枝甘露是他创的，他是古法脆皮乳鸽创始人。他不是来参加比赛的，而是给我们上课的。古志辉老师不应该是评委吗？竟然能成为新厨。第一个就给你重磅炸弹。古法潮州菜传承人，潮上潮主理人古正海。好，然后米其林3星。花板多潮州，还有粤菜那边。那现场粤菜不是紧张到不行？这是有点压力的哦，有点压力。但很有奋斗力去挑战它。国宝级川菜大师张元富。张元富这个是泰斗级别了。这个牛，这个牛，这个牛，每个都很有感觉。不，这个是我们川菜的。他是那个南光剑的第3代传承人，南光剑是现代川菜的鼻祖。张元富师傅在行业当中成就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来亮相，不是博流量，他们是为了中国餐饮做推广，在做助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佩服。等一下就跟他打一下。怎么打前3个就难了？古法杭帮菜传承人朱颖峰。哇，全都是米其林跟黑珍珠的。青鲁菜领军人李东。8大菜系的来了哦，他是老牌的米其林1星的餐厅的主厨。淮扬国宴主厨董玉振。创新淮扬菜第1人，哇，要跟他们对决，难度很高，没法玩了。新厨都这么高质量了，这些新厨确实是。感觉每一个菜系的领军人物都来了，都是厉害的中餐师傅。没有西餐的吗？全球米其林猎人乔尔·罗伯松弟子安德烈亚。哇，罗伯松的弟子啊！我想攀个那个做西餐的，但没想攀一个。就是卢布松是我们这个分支里面的宗师。Joy Robuchon 现代法餐殿堂级的人物，是全世界拥有米其林星数最多的一位厨师。Andy Lee 就是他最厉害的徒弟之一。行了，这个是我首选的人了。我一定要挑战我们行业的权威，奠定我自己在法餐的积累。给他们拉下来，拉下神坛。我们也是高质量的呀。对呀，遇到这个的话就麻辣打败他。马来西亚摘星天才 TC 蔡都义。我都不服，他36岁就摘星了，我41岁还在卖饺子。风味结构甜品大师赵宇恒。还风味结构哎，一次打发2种黄味跟甜品的。纽约华人主厨天花板陈小刚。华人的骄傲啊！中国法餐领军人周晨。我觉得chef外滩18号之虎很强大。世界各地的高手都来了，越来越期待下一个了。影视厨神郑景富。香港名人的饭堂。他当时很厉害的私厨，后来转做餐厅又做得那么好，真的很令人敬佩。肯定实力派呀，肯定很厉害的，真的觉得压力非常大，非常大。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不是压力吧，是一种期待和动力。我们来战一战这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来吧。100位主厨集结完毕，本赛段12位星厨镇守擂台，素厨可自由选择挑战星厨。
每位星厨最多接受9位宿厨的挑战。同组宿厨需先进行组内车轮战，决出唯一晋级者，才能向该星厨发起换位对决。宿厨胜则星宿位置互换。逆流之战，100位主厨，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太刺激了！玩这么硬，我们9个人去选他，然后他接受1个人的挑战。那他这个规则相当于是轮流制啊，和像车轮战一样。这就激烈了，是吧？直接叫厮杀，我觉得。他说我们挑战他们呢，我挑战的赢了，那我们必死。压力大呀，9个人选1个人，淘汰率很高。毫不夸张，还没等你钱，拿什么打？就是不得了，要出事了，要出大事了。哦，我觉得好刺激哦！一次性刷那么多人呢，就是大家都要争得头破血流的，才有机会去获得下一场的生存。你们真敢挑战啊？试一试嘛，有什么不敢？哦，是啦，万一赢了呢？万一赢了呢？对吧？是神是吧？站住！黄浪越大，鱼越贵，把他拉下神坛，干他！接下来将公布第1轮接受挑战的星厨名单。本轮被挑战的星厨是古镇海，参赛作品30年老菜谱龙川虎肚。好吓人的名字啊！龙川虎肚，龙川虎肚是什么？我入行30年，只做潮州菜。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要镇海，还要镇百厨。太高档了，好。这名字就很霸气，但是菜霸不霸气不知道啊。第2位被挑战的星厨是这个很厉害，张元富，参赛作品20年探津大头菜毒鱼。白菜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有足够的手段和勇气来传承正宗川菜。说得好，这是川菜一个 OG 了，很厉害的人，很厉害。我已经准备好了，第3位被挑战的星厨是周晨，参赛作品鱼子酱水牛乳、牛肉塔塔。这个味道，我做了20多年法厨，然后也带过国家青年队，懂比赛，更懂味道。今天我们实力说话。好的，是母的。有没有觉得很有压迫感？别怕，都是普通人，怕什么呢？哇哦！我们的准备的菜色是不是可以制衡呢？其他星厨将在后续轮次出战。这把全是实力干将，全是厉害的哦。哇，好难呢，怎么选呢？那这个别选了，太难了。但是那个张老师不要挑战哦，厉害得很哦。做川菜去挑战，张老师没有胜算。川渝师傅都不敢动。不敢。川菜还不上吗？我必须，我肯定是打川菜。其实可以考虑一下错位竞争嘛。我不要，我就要硬碰硬，硬碰硬。我感觉信心爆棚，一定要挑战最强的那一个，必须的。潮州菜、粤菜无法潮州菜可以挑战啊，牛肉塔塔可以挑战一下，它不一定能融合得好。想挑战以上3位星厨的宿厨，可以前往烹饪区，点亮相应区域的灶台，即为抢位成功。倒计时3分钟，准备，冲！请选择。Go come on！ 为什么？好厉害！我感觉所有人都去了。跑不赢了！奔跑着去抢这个台是蛮刺激的。
完了，我来不及了。 3位星厨挑战名额已满。本轮比赛的星厨与素厨集结完毕。接下来，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审、大众评审。 潘帅，好漂亮！梁金伦啊！哇，还有我们的周老师、蔡豪先生，哇，高一。今年有6位，这个阵容太强大。大家好，我是刘涛。我希望在今年的百厨大战，我们能够品尝到从第一口就美味绝顶的美食佳肴。大厨们，请你们 卷起来吧，秀出来吧！卷死他们！卷起来，卷起来！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是的，我又重回美食界了。这口味一定要让人家意难忘，所以希望所有朋友们可以卷起来。招牌动作，有变色有点热，马上要变回去了。这一季拍完就回去了。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我的投票准则就是，你能让我空盘，我就给您投票。谢谢。那我的分量得做少一点。对，我也是。一定要让它空盘。欢迎现代精致中餐领军人物，黑珍珠3钻餐厅好酒好菜创始人蔡浩。蔡浩精选。 他对食材的这个严选程度还是很强的，他懂茶、懂酒、懂食材。蔡浩老师对于精准的烹调有很深的见地。我是蔡浩，在我这里没有新厨、素厨之分。希望今天你们用当下的食材做当代的味道，让它成为明天的经典。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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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 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澳门米其林2星餐厅淮扬小宴主理人周小燕。周大厨，传统是创新的根基，创新也可以制造新的传统。期待真正具有中国审美的好作品。米其林3星主厨，中餐分子料理开创者梁经纶。 他很厉害，他超厉害的。他的辣味煲仔饭冰淇淋很好吃，很好吃，很有想法的。梁老师就是真的是泰山北斗的人物，他做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厨师的来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非常大的启发，在整个亚洲都是一个全新的风潮。大家好，我是廚魔梁經纶。Taste is king。 老师不苟言笑，好严肃哦，形象就很浓，有被震慑到。他看到好凶啊，有点像火云邪神。他厨房很凶的，我感觉他吃人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限时100分钟，第一组一流之战。 现在开始。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我们川菜当中的这个分量，可能有的人会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吧，就拿新东西去打传统，他会觉得他们的这种想法会占一些优势。粤菜比较清淡，我更愿意去对决一个比较重口味的，例如川菜。我觉得我也有信心去赢它。川菜组口味是会比较辣，然后比较强的。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清新一点、自然一点的，会不会让大家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于这种老的师傅，其实内心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就确实是需要更多差异化的东西出来。融合元素的菜
已经是川菜走向世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的标签也是在做川法融合菜嘛，那想试试，其实到底是新式的川菜好口味好一点呢，还是传统的川菜味道好一点？想拿川菜挑战张师傅，材料一拿出来就行了。对，那个材料拿出来，你闻一口你就知道你们完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专业厨师，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现象：相互抄袭、模仿，甚至最后导致统治。我更在乎的是守住自己本土的味，我有的是仪器和经验，有的是手段，然后你们证明什么是川菜，正宗川菜。你希望谁来评啊？我吗？哎，梁老师来了。梁金龙老师呢就不用多说了，厨师节目评审的 OG， 点评非常的苛刻和毒辣。Is this a joke? And you give me thi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Think again. 不苟言笑，点评也是非常毒舌的，我就特别怕。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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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Can I try? Yes, you can try. Okay. Thank you. 他往这儿一站，那种气场，就是那种你不该犯任何错的压迫感。Taste is king, and of course, ingredients mix taste. Do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or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Is your food authentic or not authentic then? 我其实特别怕专业评委老师，就是他们代表的是更专业的一个层面来评价你的一个菜品，所以我会更紧张面对专业老师。What's the maximum star you can get? 可能还报不到拿星的这个水平。Okay. You have a very impressive resume. Just remember, okay? Taste is king. Yes, sir. Okay? Remember. Thanks, sir. 我3個標準，第一個係做啦 ，OK？ 佢做個菜做得準唔準啊？第二個係擺，即係佢擺盤擺得靚唔靚啊？咁第三個梗係味道啦 ，OK？Taste is king， 味道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如果你好味咧，人哋會翻嚟再食㗎。这一组也不好过，梁老师要求挺高的。我是厨界哈佛优等生，来自于 CA。我毕业之后立马进入了米其林2星餐厅工作，并且我24岁在纽约一家米其林3星担任一个副主厨。我这次准备做我研发的一个藿香龙虾，呈现方式会是一个炭烤的龙虾，搭配一个藿香的一个泡沫，再加上一个西餐里面常用的一个蔬菜黄蜂根做的一个泥。这样子，它的一个甜口加酸辣，还有藿香的芳香，还有龙虾的鲜甜会一起爆发出来。我看了一圈，基本上其他人都是做中餐的，除了一位是做意大利菜的。如果我以西餐的角度去跟张老师去做的话，我觉得特色还是很鲜明。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韦老师，你好，梁老师，你好。哇，哈佛优等生。对，我叫厨界哈佛优等生，原因是因为我毕业于 CA， 然后我们学校被誉为厨界哈佛。是。And this is based on the beurre blanc, and infused by the stram bean paste, and the pulse and the 藿香 herbs. Okay. So. Okay. So I can tell you the first mistake you made. I need to wipe the plates. Okay. Yes, sir. One thing, you have to be like a Michelin star restaurant. Okay. 这还没尝，就是盘子的问题。Okay. Yes, sir.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米其林。对 ，details。我感觉这整个有点像在试吃的感觉。Yeah. You have another plate? Can I wash it? Yeah, go wash it. Okay. 他要个盘子，他是要现场给他重新摆个盘啊 Okay, you can do a lot more. You can go like this. All right. Okay. I would thicken the sauce a little bit, and and go like that. Okay, and then take the foam, right like this. Okay, and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of herbs. 看起来就不一样哈。Okay, does that look a bit better? Yes, sir. Okay,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Yes. Because it lacks that kick. It lacks a kick. Yes. Okay? Yes. That's all it lacks. Yes.
Honestly, to say CIA is Harvard is a little bit of an overkill. And what he delivered was somewhat disappointment, especially the presentation.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d to show him how to present.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他的评审角度真的非常之严格。It's not strong enough. Okay, you infuse in the blood bone. I would just take that as a bit of oil and take it in because it lacks that kick. I mean, this is just so kind of done by a child. So， 在这边跟你说一声抱歉，谢谢，可以离开了。对，比较稍微可惜一点，一些小小步骤。因为他整个 title 很高嘛，对 chef 的那个期待值会很高。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是文火沉香牛肉，这道菜呢也属于一个浓油赤酱，它关键融入了橙子的香味，吃起来甜而不腻。The flavor all I get is sugar and orange, but unfortunately it was just like a sweet beef. 这个家烧黄鱼配台州的手打年糕。 先吊了一个鱼汤，然后用鱼汤去烧。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fish. This is completely raw. This is raw. 生的。I honestly can't go further. 我今天带来的鸡呢是叫做葵香鸡，它是2025年黑珍珠餐厅以及5星级酒店指定的用鸡。 做白切鸡呢，听起来是简单，其实还有很多门道的。我们精准到呢，要用这个盐度计来测这个水里面的盐度是多少。测一下盐度哈，像望远镜一样，盐度计来的这个还不够盐，继续加盐。 白切鸡，老师好，教科书，哇，很直接的一个称号。是，老师好。然后我们这个鸡呢叫做葵香鸡，这个鸡我们主要是自己种的那个向日葵，然后自己喂它吃那个向日葵的葵盘，养足128天，听着音乐长大。哦。我就是想用我们这个鸡来征服大家，最后呢让食材自己说话。 我有足够的信心，让每个吃到这只鸡的人都赞不绝口。Sorry, but unfortunately this time we cannot let you through. So for me, bringing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is sometime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have. There was no sauce to the chicken. There was very little seasoning, and I think for me that spoiled a good chicken. 很严苛，对，真的很严。我没有什么压力，真的没什么压力。我对我自己的味道很自信，所以没什么在意的。 非典型川厨，你好，你好，潘帅，请问非典型川厨是什么意思？哎，就是我做的东西呢，它既有传统，但又有现代的东西。啊哈，那有什么特别的酱？我可以先感受一下。您可以，很多料，我要不先给你尝一，这个是灵魂是不是？这是灵魂之一。泡豇豆，脆脆的，哇，现在炒的很开胃。那这边还有一个泡萝卜，全部是从我家乡带过来的。 这泡萝卜好吃。对，所以串起来怎么输嘛？我输不了一点。可以，好的，期待，加油喽。OK。他说拿出这些东西，我怎么输？哎，可以哦。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非典型川厨，不喜欢去做一些一成不变的事情，再加上现在市场的变化，所以想去做一个比较未来一点的东西。我们是做一个破香味的鱼，主材料。 母猪壳是我们四川省
田阳市盐亭县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食材。传统的它可能是去做过水，或者是去蒸出来，我是去低温油浸它，给它浸熟。然后呢，我们会把鱼骨头拿去做一个汤。一道鱼，所有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要用不同的形式去给它呈现出来。泡生姜，泡椒。这个呢，就是把汁水分了2个部分，一个有一点带传统的，另外一个是用现代料理技术给它做成泡沫。这个藿香泡沫就是我的秘密武器。你的唇尖碰到那个泡沫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藿香鱼的味道，它不会影响到鱼肉的本身自带的这种鲜美。它的油脂感相对说比较轻，但它的风味会保存在里面。以前的川菜，它可能它的表达方式上比较豪迈一些，那我自己的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它就是兼具了健康、美感，然后还有口味。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母猪壳藿香，母猪壳，它是先吃那个带泡沫的，然后下面有酱汁，然后再吃那个带酱汁的。先再吃加泡沫的。对对对，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对，然后主要还要尝这个鱼。这小伙做的鱼，这是要跟张师傅硬碰硬了。然后给一些面，放一些酱汁进去，然后拌着吃。把面放进去，对，最振奋人心的时候。然后加一点那个豇豆，酸豆角。哦，好，酸豆角，刚刚那个很重要的。对对对，刚刚说是灵魂，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吃完它之后呢，是不是嘴巴感觉味道很浓郁、很厚重？好。喝点汤。对，喝点鱼汤。芹菜，对，有一些白芹，老家的白芹，然后有一片那个菜叶，您可以拿筷子夹着尝一下。这个是一个野菜，叫做鹿耳韭，它有韭菜的味道，但是它的口感整个会比韭菜新。高山的一个野菜，这个感觉有戏啊，吃这么开心。因为我的整个菜它做了一个闭环，它有各种层次的不同，由淡转浓，再到后面有一个清口的东西。我觉得作为分子料理的先驱，他们应该会对我的菜比较感兴趣一点。那就这边，我还在享受当中，发出了个魔性的声音，对不起。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常常有人说什么一鱼几吃嘛，对不对？对。那你在这个一个小小的盘子里面，咀嚼口感上，对，有些不一样的层次。然后汤也是我没喝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味道。对。飞碟型川厨让我吃到了非常惊喜的味道，在我的舌尖上是有冲击的。他在拿捏这些口味的搭配上不冲突、和谐，然后同时有惊喜，我觉得还蛮成功的一道菜。What do you think I would say? 很好，很好。很满意，今天很满意，很满意。哦 No. 很好。谢谢。我跟他有观察，他通常很少被吃多了，他不吃那么多。This is one of the nicest sauce, Sichuan sauce I ever had, okay? A lot of times, in sauces, especially in Sichuan, okay, you get the malai, but you don't taste other elements. And this, definitely, I taste all the elements. If I'm brave enough to say this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classic.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All right. 哇，这个评价很高啊，这个评价很高了。很好啊！我说心里面还是比较开心吧。所以当时你就觉得他们会给你火焰币，对吗？是。非典型川厨，对不起
啊？对不起哦，你得继续下去。好，谢谢。哇！所以我现在要在这里等待啊。对，等待。那你也知道这可能会是送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打不过我。拜。OK。好的不得了，这么厉害吗？其实是这一组的一个黑马吧，就是川菜。我给你了啊，在这里。OK。你们不要抢我的啊。不要抢我的，我好害怕。Hello， 你好。你好，老北京意霸。你好。今天是做什么的？意霸应该是意大利菜，是意大利。对，今天我做一道是那个意大利的一道 ravioli。ravioli， 意大利。对，意大利的饺子。那你说，因为是老北京嘛，那会有老北京的成分在里面吗？家乡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土豆烧茄子。哎呦，哇！这突然，我的肚子已经鼓动起来了。加入这个意大利这个元素的一个味型，然后综合在里面作为内馅儿，对。哇，那这个吃起来应该很爽哦。有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老北京意霸，搭配什么烧茄子啊什么的，又是非常我们传统中餐的一个会用的一个料理，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期待，很特别，这个中西合并会是什么感觉？我是来自北京塔乌拉意大利餐厅的行政总厨。这家餐厅在使馆区得到了使馆包括客人的一个认可，客人称之为北京意大利菜的天花板，也荣获过多年的黑龙珠。这次来到这个节目，我第一道菜是做了一个玫瑰意饺，结合我家乡河北菜式，然后我把它做成内馅，有番茄呀、土豆啊、茄子，我们那边就是做了一个土豆熬茄子这么一个菜。但是我把它这个本土的一个风味，我转换成一个内馅。然后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在那个饺子皮上面要用到红菜头，把这个汁跟这个鸡蛋还有面粉和成面团。然后我们再拿那个压面机压成面片，然后再那个用模具弄成圆的，中间放内馅，然后这样卷起来就是玫瑰的造型。同时又做了一个番茄的一个清汤。它这个呈现其实还挺完整的，看起来。对，蛮不错的。只是说是整体的感觉，对，干干净净的，完整的。嗨，老北京。哎，老师你好。你好。哇，好大一个哦。好，我建议您这个是先喝清汤，然后再吃ravioli。先喝清汤。Yes. Okay. The simple dish. Yeah. I just take the flavor. “我相信它的内馅肯定是也是有内有乾坤，就是会跟着高汤混在一起。这个应该是不给吧？我觉得，他就做一个饺子是吧？对。Okay. Let's make a decision first. It's a very strong dish. But there's a lot of skill levels, skill level in this dish, I mean, first of all, making that perfectly thin pasta, okay, and then the fill, getting that fill right, that. So, he put a lot of technical skill in there, okay? So, for me, okay, it's a very strong dish that is compatible, at least compatible. 真的很难。哇，吃到最后一个要做这样的评比，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我再试最后一口。
这2道菜都很好吃，非常纠结，不知道怎么选。凡是吃过这道菜的，就没有说不好吃的，我肯定能胜出。我对我自己的味道很自信，所以我觉得我能赢。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托哥紧张死了，这种情况真的紧张死。Okay, so we go with the fish, right? Okay. 经过很痛苦的决定之后，我们决定能走下去的是非典型川厨，非典型川厨，非典型川厨哦。不好意思，对，可能得暂时离开了。加油！好吃的，加油！辛苦人，加油！ Okay, I think there's some good elements in there. The tomato water, the ravioli, the kind of red. 我真的觉得老北京一把它这个玫瑰意大利饺子，我觉得真的做的是很不错的。如果不在同一组的话，有可能到最后的是老北京一把。张元副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非典型川厨成功晋级。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 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严重1毫会夺味。3餐4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接下来开启星座换位评定。 爆了！这下好看了，新式川厨和传统川厨对打。我是张元富，从事川菜接近50年。第一轮我准备给大家分享一道20年碳津大卤菜——肚鱼。碳津大卤菜10年、20年以上的号称菜为精。我是第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东西太少了，用一点少一点，直接把它拉爆。 然后再加另外一种汤，就是我的原白汤。酱香味啊！对啊，这个香味一闻就把胃口吊起来了，就有种想吃的欲望。这个料太香了。然后来炖这条鱼。炖这个它是一个技法，民间有个说法吧，叫9度豆腐10度鱼，炖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用小火。它成菜过后就是醇香味浓。 风味特别的明显，这个纯粹就是吃味道啊，口味绝对嘎是啊，对。我是完全不吃鱼的人，但是我很想试一试这个。张老师好，还有评委老师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碳津大头菜——烧鱼。张师傅也是做鱼，他俩都是鱼。 我也做鱼，你也做鱼啊？我做活香鱼，活香鱼可能没得优势了。我做的是那种低温油浸，加上那种有点现代料理的手法在里面，晓得吗？没做那种传统的。这就看你的呈现了。干翻他们。20年，这个20年，20年以上，20年以上。对。哇。味道满满的，浓浓的。对，试试看看啊！试试看，我还准备了米饭。哇！有一个跳水泡菜，这个是印豆瓣，这个是，一个是所以每个辣椒都不一样。他调的那个专门给你准备了饭。好，炒菜的饭。好的。有点小紧张。 一个是本身我对着镜头还是就是一直都不适应，再加上就叫晕机，然后再加上那个特殊的那个氛围，就有点小紧张，真有点小紧张。
老师，你这白饭有特殊处理吗？这饭有特殊处理的吗？加了油。哦，难怪。好像裹了一层什么东西在上面。对，吊这个汤的时候，那个加了这个油。哇，哇，真的非常好吃。大师就是大师，新厨就是新厨。我觉得他那个鱼就是酱不咸不腻。吃这个鱼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好吃的鱼。但它配上那个饭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化学反应。我其实可以吃好几碗，对，但是碍于这个我要做这个评审的评委的工作，我不能这样子整个栽进去一个米缸里。还要来吗？你就知道多好，你就知道我多喜欢了。Like this, I can't stop. I really can't stop. Can't stop, won't stop. I can't stop. 哇，哇，哇，哇 ！Fish cooked perfectly. 谢谢。And the sauce, of course, the sauce, it contains so many of these treasures that you brought, from home. That's great. And I'm intrigued by this one especially. It smells like almost Maokai. Okay, so which is good. When you put all the elements together, can you get a nice kind of a nice neighborhood? And I would say 100% yes. 对。请非典型川厨前往评审区。过来吗？ All right. Come here. Did you taste this dish? You have a chance to taste his dish. Okay? 它是鲜辣，对，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入口的那种浓郁，到回味的那种香醇，是比我优势一些的。说简单一点，人家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人家从业几十年，我才多少？ Hard decision, but we made it. One, two, three. 看这个样子，非典型感觉有点难打。 3 point. 是啥的？啥的？我没听明白。我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讨论的结果是：恭喜非典型川厨换位成功，恭喜非典型川厨换位成功，成为新晋新厨。什么？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真的吗？这不对了吧？ Point this one. I really think so. But I thought the chef, the order that was super good. I know, but that dish, I tell you, it was very good. It was spectacular. This guy can go all the way. He's very, you're basing on potential, right? I mean, yeah, but that dish was, his dish was really, really good. 非典型川厨，它让我们其实一路走来，这整轮下来，有让我们吃到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感受。哎，居然是有这样子的口味在一个川菜里面出现，会让我们可能惊喜程度高了，在未来路上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尝试。Being a star, you always expect more from them. To win over nominal chefs,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in from a much further distanc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both dish was very good, very, very close. Both was fish, but I just guess the star chef did not give us the expectation, and therefore we demoted him.
新厨老师呢做得非常好，可是就可能是你事前吃过的味道。对非典型川厨，就是你吃过是没吃过的味道。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脱颖而出吧。戏剧系有了，你这西湖醋鱼可能也有点悬了。新厨都干掉了。恭喜非典型川厨成为第一位新晋新厨。实至名归，好厉害！第一个，他这样输出，所以他这样输出了，就跟你们一起参赛。但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请前往2楼领取你的新厨荣耀。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他的名字是盛威。就是还是有一点小遗憾。一个是我可能表述的不太清楚，他挑的那个专门给你准备了饭，好，炒菜的饭，好的，就那个汁儿可以。现在是一个大的环境，如果是长江后呢退钱了，如果哪个把我打到沙滩上了，如果是在我这种领域里头，在这种文化里头，我觉得是我百姓求之不得的。这个长江后呢，我是非常愿意看到的。哇，好焦灼的比赛，有點燥熱哦。咁燥熱，不如我整杯嘢你飲下，就鹹檸七。哦，地道做法一定要用七喜做底，清爽嘅檸檬氣泡味道，中和咗鹹檸嘅鹹味。嚟，過嚟分享下。嚟。哎，蟹这是什么？口感清爽，一口下去爽透頂。沾沾七喜嘅喜氣，也算係翠前一個好兆頭。我們3個人乾一杯，走一個。哎，走一個。好。哇，清爽舒服。入行的第一个 chef 是他，从他那边离开之后，工作了4、5年，我想看一下自己是否有成长，我也想挑战一下他。他做的是西餐豆腐嘛，我做的是中餐豆腐嘛，看一下2个豆腐切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嘛。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找一个做融合菜的。我也是做塔塔的嘛，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把握一点。身份地位不一定代表他的能力，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我自己比。我看了一圈，有做泰国菜的，有做融合菜的。有做甜品的，每一个都非常有特色，都很有实力。但是新厨之所以是新厨，他一定是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的。你不能光听一个名字，你去评判一个新厨做的菜有多么简单。我真的是建议多思考，多想一下，然后再去选择。这是我的新厨老师吗？老师好。你好，大家在挑战你。对啊。这一组听说这都是融合菜啊？对，很多融合菜。融合菜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表达个性的一个方式，我是蛮期待有一些灵光一现的孩子们出来的。我要做的是鹅肉的香肠，鹅肉的香肠，用鹅肉下去做成德肠。天哪，我第一次吃到鹅肉的肠哎！你这个是剑走偏锋啊！你如果是做得好，就很出彩。我这个灵感是来自腌都鲜，我把那个咸肉换成了我们金华的火腿。你这里的龙虾壳没有加白酒吧？我用红酒，用黄酒。对，这个融合比较靠谱一点。年轻人能够用一种更开放的对中国菜的理解，融入了其他的技法，来表达出新的中餐或者新的融合菜，这是我愿意去看到的。其实我蛮期待的。我也很期待，我非常期待。我叫干得漂亮，我们餐厅是做干法融合，干派的食材用法式的出品方法。干得漂亮。对，我看你用皮蛋，
我会做一个烧焦皮蛋冰淇淋。冰淇淋？对，用的是江西的一个鱼干辣椒。那你这真是挺新派融合的。对。烧焦皮蛋冰淇淋，哎，能吃吗？我这道菜的话，应该会受到很多争议。为什么会做这么样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东西出来？但是我是把整个烧焦皮蛋的这个概念给完全运用到了这一道冰淇淋里面。哎，他掏皮蛋了呀！皮蛋蛋黄给它做一个冰淇淋。黄瓜的部分的话，我们搭配辣椒打碎做成一个冰沙。用话梅和酱油做了一个颜色，最后加了吉利丁，模拟皮蛋蛋清的口感。其实我就好奇那个皮蛋冰淇淋啊，我也好奇。对，我也好奇那个，它那个就。还有一道是莲花雪蛤，我把传统的莲花雪鸭这道菜做成了一个酱汁。鸽子的话，它需要熟成3天，最后过油，炸了过后去搭配我们的莲花雪鸭的酱汁去吃。这中餐西餐什么都有。对，非常融合。哇，已经完成了耶！快来看看这个莲花雪蛤配烧焦皮蛋冰淇淋。对。我带来了2道菜，一道是莲花雪蛤，是江西的莲花雪鸭这道菜演变而来的；另外一道是烧焦皮蛋冰淇淋，是最能体现我个人风格的一道代表作。乳鸽配的莲花雪鸭打着酱，是的。那你这太奢侈了吧？鸭子去哪儿了？鸭子变成了酱汁。它那个鸽子肉配鸭肉，好特别啊！肉倒挺嫩的啊，这肉质。尝一下冰淇淋吧。这个融入的蛮好的，味道很好吃。该做的给他呀。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晋级了。鸭变成酱，但是还是出不出来那个应有的那个风味。冰淇淋是好吃的，对。但你说达到了惊艳的地步，那当然也还好。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谢谢。他的想象空间是值得肯定的，他的那个表达也值得肯定的。确实是他还没有很大的惊艳到我。赣菜最牛的一道菜就是莲花雪鸭呀，鸭子呢做完了，做完干嘛了？打成酱了。我有一种，你在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去创造一个新的经典，请你一定要守住初心啊！这道是黄鱼双重奏，3两重的野生黄鱼背开去骨，将腹部酿入带子慕斯进行低温烹制。用烟熏培根发酵的阳姜、年糕做的一个垫底，搭配中式手法的蜂窝户炸黄鱼，点入一些柠檬啫喱和海米。黄鱼的肉必须在很多杂七杂八的那个配料里面嚼出它的味道，有点用力过度的感觉。我这次准备的是西湖菊花鱼配翡翠白玉丸，没有一个突出感，都想清楚啊，哪个是烘托它的，全部 out 了。什么？什么意思？一个都没给，这也太严格了。所以说没有一些创新还是打动不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我们同门专门做甜品的，这边有个女孩子，去看看。走。大家好，我是甜品研学家，太原 JW 万豪酒店最年轻的饼房厨师长。老师，你应该是选那个甜品吧？我选个牛肉塔塔吧。就是想玩点不一样的嘛，来点剑走偏锋的，挑战一下西餐的冷食。很多人第一眼见到我，对我产生很大的质疑。这个女孩长得挺漂亮的，她可以吃厨房这么大的苦吗？
所以我这次想让大家重新认识我。首先，我是一个甜品师，其次才是漂亮的我。这道菜加入了山西的汾酒和陈醋。汾酒呢和巧克力制作成巧克力甘纳许，陈醋我用它来泡枸杞。这个是醋泡的枸杞哦，醋泡枸杞，对啊，要把它加入甜品里，感觉突然一种很食补的感觉，又开胃又食补。确实，在融合菜里面，这种融合呢，我还是觉得蛮新鲜的。基底呢，我是用山西特色的一款小米做巧克力的戚风胚，放入陈醋泡过的枸杞，再加上沙棘的果酱。旁边还弄了一些芝麻脆片和布朗尼脆片，上面又点缀了咖啡脆片，作为装饰性嘛。汾酒的香，陈醋的酸，巧克力的苦融合到一块儿。甜点来了。哦哟，这个厉害了，这个太美了。感觉像巧克力做了个手背放在上面。哦，蛮丰富的。哇，你这个把传统和这种现代融合的特别好。它的醋味还蛮山西的，它不像跟甜品融合了以后变成其他的味道。也是想本土风味一点。跟你商量一下。跟我商量一下，等我吃一口，来商量吧。你的甜品女神被评判了。吃了前面几个那种味道很重的，然后很多脂肪的菜，在这时候吃甜品蛮有优势的。好，那这个交给您。你来吧，来吧。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去山西，能够在地方吃到这样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而且融合的也非常好，也很好吃的一个甜品，我们认为是。哇，快点啊！很惊喜和值得的，所以暂时您是可以得到这个。谢谢老师。暂时帮我们保管一下哈。好，希望它能一直在我这儿。对，我们也希望。它挑战了一个地方色彩的一个原料，来融入到一个西方的甜点上面，确实表现出来还是不错。在那个阶段，我们认为还是最好的。它是一个很温暖的甜品，是一个有故事的甜品。我们都在想，西餐里面的甜点怎么会能吃出家的味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它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一致觉得它值得给一个1。谢谢老师。哦，好，小甜心加油加油！哎，好可爱，那是蜜蜂吗？肩膀上带一个。哦，是，有小设计。26岁，好年轻啊！你叫什么？3星无名者呀？对，就是在米其林3星的餐厅工作，但是是一个无名的人士。无名的人。就想在这个节目可以找得到我自己的名字吧。啊，是吗？天哪，那你一定更加的要加油。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实习生，每天都是7点起床吧，一直忙到晚上10点、11点才走。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是做菜、试菜。现在目前还没有转正，是因为我下面还有很多厨师比我更加多经验的，但是我想用我的菜去给他们证明，我也是可以独立出一个餐的。我做菜的理念是减法，一开始我会想很多的配搭，然后慢慢去把我所有的东西去掉，就只有红磨虾跟那个白芦笋。红磨虾我做了生熟的处理，虾头去熬那个酱汁跟那个油。虾壳的部分我拿来打那个粉，放在那个白芦笋那边。
它头跟尾跟下颌的部分我都有用到，白鹿笋的部分我就直接煮了一下，没有加太多东西。他做的东西蛮细的，小蜜蜂做的东西蛮细的。现场很多都是主厨，那我就是见习生了。经验上我是不过他们多，所以我要一直跟自己讲啊，这个做先，那个做后。鲜奶油放下去，哇，非常可爱，这蛮好吃的，谁做的？我做的。我有个小蜜蜂在帮我做手，它是我的护士。小蜜蜂嗡，好美。一直跟他讲话100分钟，你听我讲话。小厨师，nobody, no one cares, right？ 会这样就完了吗？没有，还要摆盘呢，摆盘很花时间的。但是是我工作的餐厅，原因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一个 nobody， 希望我可以由 nobody 变成 somebody 吧。饭都留下来了，小蜜蜂，赶紧啊！我是别聊天了，你那个很简单的。好了，我要拍了，别开玩笑，拍。他现在就是看这个小蜜蜂会不会赢这个了。没有比完还有风险。不要感觉就稳当了，没有那么多稳当的。哇，这个好漂亮。这个实话说，这是现在为止我觉得摆盘摆的最好的。不一样的哈。啊，可以。来，菜名是红魔虾跟白鹿笋，一整个菜也是白鹿笋跟红魔虾，没有别的东西。它的形有，对它的形肯定是没问题呗，看它就要看它的味了，对，看它的味了。这个是一个 sauce， 你可以把这个 sauce 就直接放在那个红辣塔塔下面。我看一下能不能喝一口再来放。好吃吗？哇，什么感受？你这个挖的？它那个鲜味很浓。然后有一个 tube， 那个脆片，因为它这是虾头熬的吧？对，虾头更好熬的。可以。它那个龙虾酱熬的不错的，让我蛮惊讶的。老师您觉得呢？完整度跟表现都非常完美，味道没有挑剔，只是主菜差了一点点，就是 the layer 没有出来，它的鲜跟它的香不突出。好，3星无名者，你的結果是？哇，給唔給？呢個都應該過唔到關，係嘛？比較簡單。